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米亚库带你玩米亚库的频道。之前我们带大家认识了宫古岛的基本资料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跳海，认识一下宫古岛几个适合玩水的海滩。另外，因为是玩水，所以还会有一些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哦。如同我们之前所提到的，宫古岛是一个由珊瑚礁隆起而形成的群岛。根据地质学的研究，很有可能是在10到20万年前，由海底的珊瑚礁逐渐抬升，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宫古岛。由于宫古岛的地势较为平缓，没有高山和河流，所以不会有泥沙冲入海中，这也使得宫古岛周围的海域格外清净。也正是因为宫古岛是由珊瑚礁所形成的岛屿，在宫古岛周边的海域有相当丰富的珊瑚群落，为各种海洋生物提供了最理想的栖息环境。在我们介绍海滩之前，一定要再次的提醒几个重点。第一，在海边游玩的时候，特别是在陌生的海域，一定要注意当地的告示牌。有些地方会有暗流或是较危险的地方，千万不可以冒险。第二，尽量不要单独的行动，最好是都有同伴一起，也避免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玩水。3. 不要触碰水中生物，有些水中生物带有毒性，例如海蛇、部分的海葵、狮子鱼等，它们大多不会主动攻击人类，但是也尽量的不要去触摸它们，也不要打扰它们，避免发生危险。4. 友善海洋，友善珊瑚。珊瑚礁是海洋生物的主要栖息地之一，但是珊瑚的成长速度相当缓慢，一旦受损了，可能要花好几年才能恢复。不管您是在哪里玩水，都希望大家能遵守以下几个守则：不要踩踏珊瑚，不要触碰珊瑚，要使用海洋友善的防晒乳，不喂鱼，不碰海龟，带走垃圾，不留痕迹，支持在地重视环境保育的店家。接下来我们会为各位介绍几个宫古岛适合浮潜的海滩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安排哦。中之岛海滩位在下地岛，如果从下地岛机场出来，开车5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。如果您想要一到宫古岛就马上开始徜徉在海中，那么中之岛海滩将会是你最好的选择。中之岛海滩在地形上是一个小海湾，可以简单的分成湾内和湾外。湾内有一块大石头，所以被称为中之岛。题外话，日本有非常多的中之岛，包括大阪、鹿儿岛、山形都有类似的地名。中之岛海滩的湾内和湾外是由一座小小的珊瑚墙区分开来，湾内的水深大概10公尺左右，但是在湾内有超过100种以上的珊瑚和热带鱼，自然生态十分的丰富。在水边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热带鱼，非常的漂亮。另外，湾内也可以找到包括尼莫在内的4种不同的小丑鱼，也是这个地方的一大特点。过了珊瑚墙，水深会快速的增加到20到30公尺。这边的鱼类不像湾内那么多，但是海底的地形丰富，有许多通道和洞窟，是自由潜水和水肺潜水的热门景点。中之岛海滩比较可惜的地方是没有更衣室或盥洗的地方，要到渡口之滨才有地方可以更衣盥洗，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。接下来我们移动到宫古岛南边的歪歪海滩，因为是在南边的西吉拉度假村内，所以如果是住在度假村的客人是可以选择这个歪歪海滩。在附近也有温泉可以泡，如果时间安排的妥当，在浮潜完后直接冲去泡温泉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。在歪歪海滩有相当大的机会可以看到海龟，主要是以绿蜥龟为主，运气好的话也有机会可以看到稀有的玳瑁哦。这里的水域是以沙地为主，海龟们会在这边觅食，
如果往深一点的地方去，会看到一座座的珊瑚礁，这边的自然环境也很不错。海龟跟我们人类一样，是用肺来呼吸的。正在觅食的海龟，大概10分钟左右会需要上来换气一次。如果看到海龟，千万不要因为太兴奋就去打扰它，我们就在水面欣赏它们优雅的姿态，等候它们换气的时候来跟它们打个招呼吧。鹰家海洋公园是一个在宫古岛南岸的天然海湾型海洋公园。由于地形屏蔽，海湾内的水面非常的平稳，海水也相当的清澈，非常适合浮潜初学者以及亲子一同戏水。除了海边活动之外，沿着步道登上海滨的展望台，还能俯瞰一整片宫古蓝的海景与珊瑚礁。这360度的绝景相当的壮观，就算你不下水，单纯走过来散步或是拍照，也是一个值得一游的景点。不过要特别注意，桥外的外海地区潮流较强，请务必遵守标示，避免发生危险。好的，今天我们介绍了几个适合浮潜的海滩。当然，宫古岛适合浮潜的海滩绝对不止这些，包括了星辰海滩、吉野海滩、沙山海滩、渡口之滨等，也都是相当有名的活动景点。有没有哪些地方是您特别感兴趣的呢？或是您不只满足于浮潜，还想要体验水肺潜水、自由潜水、划独木舟，或者是 SUP 呢？都非常欢迎您留言告诉我们，也欢迎您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Miyako带你玩Miyako的频道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之后不定期更新的宫古岛旅游资讯哦。另外，也请大家记得要善待海洋，这样我们才能永续的享受这美丽的海洋资源哦。好了，Miyako带你玩Miyako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